巨魔老祖，滚出来！曾兄，是我对不住你。巨魔通天大阵！之后，至此你我之间两清楚。从今日起，巨魔族不再有元婴出世，这便是我对你们的惩罚。你的天赋神通王某破不掉，但若寻一个星空中的定位之法，倒是简单。你死局已定，18年之期就要到。此物中竟蕴含一丝古神血液，本尊通过炼体修炼古神诀，限制颇多，正好可凭此物施展古神神通。不过此物究竟从何而来，与巨魔族有什么关系？阴血已尽，够了！饶命！我叫佩奇，我被关在法轮内几百年，只想重获自由，并非要害你。此女竟是某个前辈勾人元神分裂出的一丝残魄，内含一线魅惑意境，残魄一具如此威力。勾人实力定更为难测，若直接抹杀，难免大遭惊世。当务之急还是婉儿。小白，快抓住他！往哪儿跑？周如小姐，天元爷爷，看我的新坐骑！等大宗主回来，让他看看。我才不想让他回来，他早把我忘，骗子！来者何人？叔叔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我的大老虎呢？宗主，你走之前说再给他带一只大老虎回来。抱歉，是叔叔忘记了。叔叔带你去另一个地方抓老虎，好吗？真的？耶！抓老虎去！我杀了李元峰与巨魔族老祖，定会引起关注，恐对婉儿复活不利。不如索性离开朱雀星几年，待一切尘埃落定后再回来。叔叔，大老虎在哪儿啊？
没错。18岁届满，万二元婴凝时，记忆也会恢复。而那时，天道也将再次降临。还有6年。小白，再快一点！哇，好漂亮呀！万儿，就快了。13年前，我部下层层禁止抵抗天道，却只成了虚语。天界之力强悍如斯，天道亲临更是难有胜算。只能凭借本尊古神肉身硬抗，才为婉儿争取了时间。此次再战，天道必有所准备，也会对本尊有所防范。我们须得另寻他法。快点，小白！慢点。叔叔。想想，叔叔，我好像是个怪物。什么？我感觉我的身体里好像有另一个人。最近几个月，我经常做梦，会梦到一个大姐姐。那个姐姐正在苏醒，而每当她醒来，我就会消失。一体双尸，怎么会如此？难道当年我将婉儿的元婴放入之际，那胎儿已产生了意识不成？若这样下去，婉儿元婴凝视之际，主如的意识将会被彻底吞噬。但若此时将婉儿元婴取出，必定会前功尽弃。难道一定要牺牲这个孩子？叔叔，奇怪，人呢？有了。
天你去哪儿了？你知道？周如，你的感觉没错，你体内确实有一个人，他叫李牧啊。所以，我体内是你的爱人。我本以为你就是他，他就是你，可没想到却并非如此。现在有一个两全之法，我先将你的魂魄封印，待婉儿醒来，她会成为这具肉身的主人，而你将沉睡一段日子。等一切结束，我会再为你另寻一副更好的肉身。叔叔，从小到大，我一直把你当做亲人。我在梦里看不清姐姐的样子，但是感觉她就是我想成为的样子。会的，你以后会和你婉儿姐姐一样漂亮。小柔儿，你累了，休息去吧。这是我目前能找到的最好的方法。婉儿，如果是你，该如何选择？一具肉身罢了，沉睡几年，换一副更好的，多拽呀！小白，我走之前会求叔叔把你送回山林的。小白，你以后会想我吗？小白，你怎么了？你想让我把这个吃下去？这是什么？碎鹰骨，好一头护主的虎精。叔叔，不要伤害小白，好吗？叔叔，你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小白，快，去吧。随着婉儿的元婴越发凝实，周如昏睡的日子也越来越久。我也一直在苦思，此次再战天道，到底要如何应战？这些法宝虽强，但都有弊端。天道深不可测，一招失误，便是满盘皆输。我绝不能输。
以后要还给我。我会信守承诺，为你找一副更好的肉身。叔叔，和我说说你和婉儿姐姐的故事吧。我和婉儿相识于一场误会，但一切似乎又都是冥冥中的注定。当时我不过区主击击，却待他误打误撞闯入了修魔海。那是我第一次被人保护，也是除了父母之外，第一次有了想保护的人。为报父母血海深仇，我与他分别，天各一方。而命运却让我们在云天宗重逢。我与婉儿约定白首不分离，但没想到造化弄人。等我回来时，他却寿元已尽。世人都说大道无情，我偏要再续前缘。婉儿，来。颠覆着命运，你心在陷阱，为你换散天边汇聚的咒语。多少离愁都已化成空，多少生死为人转眼时，我誓言要打破这命运的棋局。别担心，没事的。这一次，你依然带不走他。行天之道，而何敢与天为敌？之力。
出来！你的对手是我，师兄。四扑两飞。我在明，你在暗，我对你所知甚少，但我知你虽为天道，却也可生可死。天道，你该现身了！孤身一族，这就是所谓的天道吗？燃尽八荒，吞日月，放剑神躯真混沌，释放尽灭。你不是无足，你到底是谁？不重要。匹夫撼树，徒劳罢了。世间从未有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。轮回之力生于天地，取之有尽，用之便有节。事又如何？凭你挡不住这天道轮回。去你的心脏！不知好歹，便是求死！
站在你身旁，只你过往尽是苦衷。你办事求道自保，复仇动机，数百年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方走到今日。我是愿意见，但却为大道所不容，而他是无辜的。这19年来，我感受着这小如儿一点点长大。若要夺了这孩子的肉身来苏醒，这对他太残忍了。师兄，婉儿让你失望。婉儿，回去，回去！婉儿不愿你再为我设计，拼命，到头来魂飞魄散，一切成空。师兄，此生与你相爱，婉儿已经满足。今日能够再见你一面，更如借来之福。此心未复，此情圆满。你此生不许岁岁朝朝你。你敢动他？生死一境！他到底是谁？古往今来，从没有任何一个古神拥有一境。师兄，答应我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不要！师兄，今日能够再见你一面，更如借来之福。此生与你相爱，婉儿已经满足。师兄，答应我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修仙数百年，我满手鲜血，
以身杀戮，怎就保不了你一世安宁？我王连与天道2次对抗天道，却最终输在了天意之上。天意弄人！天意，我胜了天道，却被天意戏弄。何为生？何为死？是天意，一切都是天意呀！我于化凡中感悟生死天道，觉者于从天而降，出生于天，死于大地。看生是生，看死是死。又于周乙前辈和仙界女子的情动中，观他生他死，他死他生，感悟看生不是生，看死不是死。如今在天意造化中，婉儿身中有死，死中有生。我终于明悟，原来生仍是生，死仍是死。原来这世间之事，失去的就让它失去，存在就让它存在。死于出生于天，却非死于地，而是于大地之上，重获新生。此间种种变化，为死亦为生。婉儿，谢谢。爹娘，爹主在你们生前没有好好进行，死后又执着让你们复活，从来没有问过你们的想法。如今孩儿与我生死，破除执念，是留是走，由你们自己选择。哎，这样啊，多吃点。飞喽！睡觉体重啊。原来同世之爱，方能明悟生死。
别之际，方能达生死一境大圆满。可悲之极。我已将周如送回楚国，抹去了与你有关的记忆，让他拥有完整的一生。文儿，你等了我300年，我王林无以为报，只愿竭尽全力。1年、10年、100年、1000年，却知此生魂飞魄散，也要还得你苏醒的奇迹。婉儿，等我。唯有成为远胜今日的强者，方有解救重要之人的实力。如今我离应变只差半步，现在必须返回朱雪乡，全力突破应变。朱雀国第1代朱雀子牺牲自身，以9个稳定中期修士的生命，凝聚出这5把封印之剑。封印仙也不数万年。今日，老夫势大稳定圆满，谁也不能阻止五族重现。当年之战，老夫无力回天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族人赴死。数万年来，老夫吞噬无数族人之首府，却被奉为祖先。老夫乃无毒罪人，本就该死。我愿代替仙医之术，被这5剑封印。我愿以魂祭仙，永不回转。要换仙夷族重现。我愿以身殉道，换来族人重临大地。仙夷族人敬奉老祖，敬奉老祖！我非朱雀星，杀！老夫以第14代朱雀子之名，号令朱雀星众修真国，与仙夷族开战！虽说离应变只差1步之距，但我手中的仙域数量还远远不够破境所需。仙域难寻，看来还是要先返回炼魂宗，向遁天前辈请教解决之法。
师弟，谢一老贼，给我滚出来！啊，那是六叶树咒师。小娃娃们，继续跑啊！我还没玩够呢。既然你们誓死不行，那就给我族人练练手吧。我和你们拼了！不去死吧！什么人？应变！快跑！魂兽。等你达到元婴期时，自会想起前世之事。是您，当年横越山化神的那位前辈。数年未见，你已到结丹后期，不错。可惜，我却还未结婴。我来助你。王林，谢谢。昔日王家之人只剩你我，何必谈谢？物是人非。昔日你我还一同进行灵根测试，谁能想到，如今竟变成这般光景。朱雀星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你不知道？我这几年，并未在朱雀星上。如今亡灵的修为，竟可以踏破虚空。3年前，现一族的朱雀国宣战，朱雀国号召各大修真国联合抵抗，却没想到，现一族谋划千年，早就将9位修士秘密送出，安插在各大修真国。如今这9位身居要职，虽然只有5位暴露，但里应外合之下，还是将朱雀国打得节节败退。为挽回局面，钱锋独自向现一族少族长宣战。3天3夜后，这场宿师之战却打成平手。僵持之下，现一族终于答应签订停战协议。可万万没想到，现一族停战的条件，竟是要朱雀国割让所有3级修真国，并上交其中修士和有资质的孩童。自那以后，所有3级修真国身陷囹圄，有的被迫投降，有的誓死不屈，一片生灵涂炭。我赵国苦苦支撑至今，被逼至绝路。我等此行，是去向4级修真国求援，希望他们可以收留我们，暂避此劫。可他们不光冷漠拒绝，还对我们的抵抗行为百般嘲讽。我不担心，归来途中又遭遇现一族伏击，估计要不了多久，赵国也将沦陷。
方林，你能不能回赵国一趟？师叔，这位前辈这么厉害，是不是能解赵国之危啊？他若帮我们，便是与两方为敌。如今这世道，没人愿意趟这趟浑水。王爷，我听闻都城内已经有3个孩子被异族人带走了。你说的地方，当真能护玉儿安全吗？我也不确定，但曾祖曾说，我王氏一族有条祖训，若遇灭顶之灾，可进入祖宅，便能保得性命。那祖宅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？据说在我王家尚未入京之前，曾出过一个法力通天的仙人，被尊称为始祖。祖宅内便有他当年留下之物，但时隔多年，我也没有把握。也不知都城内的仙人都去何处了。若他们在，还能有个庇护。那些仙人都回到各自门派迎战，如若不提，便会去一处集合。护身大兵撑不住了！所有人，给我撤到横岳山，快走！都通知到了吗？大家都往横岳山去了。快走！快进祖宅！跑得倒挺快。交出连根童子，我可以饶你们一命。休想！你们这个修真国倒也有趣，全部都聚集在这里，莫非此地有什么法宝不成？你可以一试。有意思，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什么让你们有恃无恐。师祖，真的显灵了！这可是我们赵国始祖留下的镇国之物，定能活得周全。显灵了！显灵了！竟是一件意境法宝啊！拜见长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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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过这法宝主人的修为也太低了些，区区化神初期，即便他亲自前来，也难逃一死，何况只是一件法宝。不过此物倒也有趣，为之可惜。的确是个宝贝。看在此。此物的份上，老夫不为难你们。 这是一件秘境法宝，不成？竟是一件异境法宝。看在此物的份上，老夫不为难你们。 老夫不为难你们。 看在此物的份上，老夫不为难你们。 老夫不为难你们。 老夫不为难你们。 老夫不为难你们。
你们若成为我仙夷族的附庸，定会比在朱雀国好上不少。怎样？休想！我的誓死守护赵国！我的誓死守护赵国，绝不投降！既如此，赵国便就此灭国吧。凭你还不配？修为琢磨不透，乍一看是化神后体，但却蕴含着一股奇异之力。木雕拿了。报！好。此人竟能如此轻易化解我的攻击，区区一个3级修真国始祖，居然是个鹰面老怪，这倒霉事怎么能让我给碰上？我让你走了吗？阁下，我们已与朱雀国达成停战约定，莫非你要毁约不成？那又如何？事已至此，只能动用轮回术的力量完成了。你若杀我，身上便会留下符咒之力，我族前辈简直必杀。仙夷族之人，王某杀的还少吗？六爷说咒时，还有战斗时，不可能！手！晚辈玄道宗镇风啸，参见赵国始祖。我不是始祖。200年前，您在玄道宗化神之际，便有了始祖之名。这次，更是挽救赵国于生死存亡之际，又有了始祖之实。您是赵国当之无愧的始祖啊！儿啊，即使没被选上也没关系，您踏踏实实回来，还有爹娘呢啊！竟已过去500年。点拨修习，看清前路，可助结丹修士几英。一经虚影，感悟天道，能让元婴化神有望。加强阵法，抵御外敌，唯有应变方能破解。赵国日后如何，便看他们的造化。
决定好了吗？我两世为人，皆是王家养育我长大。我现在唯一想要的，就是用此生所剩的时间，来守护后代子孙。前尘往事，至此终了。我也要去做我该做的事了。保重。曾牛小友，你回来啦！曾牛小友。你回来了，此地是我炼魂宗禁地，唯有历代掌握锁神术之人才可进入。死气，这是肉远奖金的表现。前辈，你无妨，老夫还有那么几年寿命，不会轻易就死的。之前魂幡一事，还要多谢前辈。事情处理完就好。这几年，你修为提高了不少，已经到了炼仙化气、凝骨退肉的境界。若要破境，老夫还可助你一臂之力。但老夫这么对你，是要回报的。前辈请讲。这是我炼魂宗历代应变修士的牌位，老夫当着众先辈的面，将炼魂宗托付给你，而老夫让你回报之事，便是保护好11尊魂幡。此幡在，则我炼魂宗香火不灭，这小小的朱雀星，挡不住你曾牛的脚步。他日你若离开此地，定要寻一处位置，为我炼魂宗修建999座天梯塔，成就我宗大业，使炼魂宗成为6级修真国。可以。师兄，我把一切都压在你的神算之上，希望最终不会输得一无所有。宗内的仙玉储备只够你应变的1/3，我带你去将仙玉凑齐。除了仙境，还有地方可寻得仙玉？自有人相助。智魔道的耗子们，李家遁天爷爷来了，速献上仙玉！遁天老鬼，我们没有仙玉。当真？你若给我仙玉，我便离开；若不给，我也不和你们打。但这沼泽内的所有毒虫，老子要给他们灭种！这老鬼不讲武德，坚持自己寿元将至，完全不怕死，用那尊魂幡生抢仙玉。老鬼，你若敢出手，你身旁的小辈必死无疑。二位，
在下今日真的必死如无梦。区区化身怎可自如使用仙宝？你到底是谁？在下曾牛。以化身之躯杀了水域国里元丰和巨魔老祖的那个曾牛。别废话，老规矩，仙玉给我一半。哼，拿去，日后休要再来。哼，你看，我就说自有友人相助嘛。不，上次被我师尊抢走那么多，竟然还剩了这么些。不过，还是不太够啊。不碍事，一个不够就抢两个，两个不够就抢三个。只要尊魂幡在手，便能在朱雀星横着走。走，下一个。炼魂宗确实罢了。行了，这些仙玉应该够了。日后你再需要仙玉，别要自己去抢了。曾牛小友，你记住，在修真界得到仙玉的方法只有抢。日后你拿着10亿尊魂幡也要如此，莫要坠了我炼魂宗的威名。好，要么不抢，要么全部。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不过这朱雀星还是太小。我年轻时曾去过一次天运星，那里比朱雀星大10倍，宗派极多，资源优渥。若非我实力不够，不然去捞上一把，一定很过瘾。天运星，那天运星上的天运子，修为深不可测。据说在修真联盟中，此人也有一席之位，远非小小的朱雀子可比。老夫天运子，你若是能走出这废弃星球，可来天运星做我记名弟子，跟随100年。待朱雀星上的事情结束，定要去天运星看看。世心一族应是奔着朱雀大陆去的。哼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发起了第2次进攻。莫掺和此事，我们速回宗内。炼魂宗，木叶，在前方等待少族长，我随后就到。2位炼魂宗之人，将法宝留下。9叶数咒师。听闻数万年前的大战中，你们炼魂宗凭借10亿尊魂幡所向披靡。我倒要看看，这法宝威力是真是假。哼，你本不配老夫出手。不过，曾牛小友，之前梯宗遇见的不过是些喽啰，趁此机会，老夫便让你见识一下尊魂幡的真正用法。瞧好了，魂魂5翼，主魂13，记住，万变不离其宗。尊魂幡永恒不变的神通，便是融合。
没有固定的使用方法。魂阵练，第6代始祖擅长阵法，此番在他手中便是以阵法存在。13魂阵，炼魂。阵法竟能摄人魂魄，有趣。琉璃鼎，9叶数轴式，相当于问鼎初期。此人倒也有些手段。10亿尊魂幡，莫不是只有这些威力不成？哼！你猜为何这10亿尊魂幡是问鼎修士都忌惮的存在？今日便让你开开眼。第10代先祖的意境为吞噬，用其此幡，便是会吞噬魂魄。从而壮大自身，5亿魂魄凝聚，13主魂归一，对天前辈的修为竟能达到问鼎中期。老夫今日不杀你。但你记住，以后你们仙夷族与朱雀国的斗争，我烈魂宗不参与。多谢前辈不杀之恩，我定会向老祖通禀。这便是我烈魂宗10亿尊魂幡的威力，你看如何？多谢前辈教诲。待我寿元断绝，你执掌此幡，可再细细体会其中玄妙。我与遁天前辈虽无师徒之名，但他传授我魂幡之法，却有了师徒之实。唉，你小子运气不错。我能感受到尊魂幡里的第4主魂快醒了。第4主魂？对，那是36主魂中最强的存在，也是我烈魂宗最后一位问鼎老祖。问鼎？那因何陨落？这事儿还得从2代朱雀子说起。当年朱雀国战胜仙夷族后，1代朱雀牺牲自身，将仙夷族彻底封印地底，并指认一人为2代朱雀。此人雄才大略，是当之无愧的朱雀星第1强者。算你命好，你这副皮囊，我司徒南朱雀星第1高手。前辈，那2代朱雀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，朱雀之名，只有历代朱雀子才会知晓。他执掌期间，朱雀星极其强盛，我宗第4老祖便是在那时突破了问鼎。那此人最终结果如何？1000年前，朱雀国突遭4位域外修士入侵，第4老祖随2代朱雀迎战。虽此战最终得胜，但老祖身受重伤，成为第4主魂，2代朱雀不知所踪。凡人，妈的！老子等了1000年，结果等来你这么个凡人，连夺舍都夺不了。按照遁天前辈的说法，这2代朱雀与司徒南颇为相似，难道他就是？行了，
都是过去的事了。前面就是朱雀大陆，眼下最重要的是尽快回到炼魂宗，让你应变。这阵法范围竟如此之广，这是朱雀行上最强大的阵法——朱雀玄阵。此阵展开，可笼罩整个朱雀星，缩小可护一阵，强大无比。开启此阵所需的灵石无法想象，看来这次朱雀子为了对抗仙夷族，不惜下了血本。这阵中竟还有巨魔族血影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年前锋小儿去过一趟巨魔族，还解开了你设下的封印，将众人迁移至朱雀国。哼，我说这小子怎么这么好心，原来是借助巨魔之血加固朱雀玄阵。前锋竟能解开一角封印，却不被我察觉，此人绝不可小觑。朱雀子，你给老夫将此阵打开，否则不等仙夷族来，我拼了老命也要将这大阵炸开一个缺口。老夫耐心有限，3、2，前辈息怒，晚辈这就打开。朱雀玄阵可是历任朱雀才能修习的术法，朱雀子竟提前传给了你，还真是对你寄予厚望。前辈谬赞。晚辈没有恶意，只是想与这位灵动朱雀的曾牛道友切磋一下罢了。好了，我们没时间在这里和你纠缠。莫非前辈寻找的继承人，连与在下一战的勇气都没有吗？小辈，你是在找死吗？好，我与你一战。好，我与你一战。哼，不愧是杀了李元丰与巨魔族老祖的人，还请多指教。既是切磋，曾兄不必因我的身份有所顾虑。仙宝，既然曾兄拿出看家本领，那钱某便……哼！这曾牛竟接二连三打断我的话，直接进攻，卑鄙！曾牛只是深得我炼魂宗精髓，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便抢夺先机。别得意的太早！朱雀锥，这是朱雀子的伪仙宝，威力极大。报！朱雀玄阵，竟能想出自爆的打法，有魄力。幸好报的是分番，只会让魂魄虚弱一些，不然老夫要心疼死了。多谢前辈，晚辈定会找机会给尊魂幡补给魂魄。曾兄好手段，钱某算是见识了。废话真多，我们走。哼。红蝶，出来！敢伤我？
师尊真是老糊涂了。你的意境终究是我的，师妹的意境也会是我的。哼，舔干净。这尊魂幡确实厉害，只可惜马上就要易主了。安心闭关，争取早日应变，有老夫为你护法。只要我不死，绝不会让任何人来打扰你。谢谢。不必。记住你答应我的事就好。前辈放心。应变共分3步，第1步，去梵根。当年仙界未崩溃之际，修士只需进入仙界，在洗灵池内浸泡即可。如今却需要大量仙气冲刷，才能将梵根拔除，使身体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。梵根已去。应变第2步，凝仙体，即借助仙力重塑骨骼血肉，让肉身可随意运转仙力。此步虽会承受蚀骨钻心之痛，却能让你的肉身蜕变为仙体。不错，接下来便是最后一步，聚元神，使其由虚变实，在元神彻底凝实之后，便会与肉身归一，至此应变成功。怎会有股香气？是仙体的味道，会吸引妖兽和厉魂前来夺取肉身。小友，外面的事情交给老夫，无论有任何动静，莫要分心，否则元神离散，功亏一篑。你可明白？明白。不可分心，稳住。这场大战死伤无数，倒是让这些厉魂更强大。师兄，我把尊魂幡交给曾牛，不知是对是错。不过眼下大战，烈魂宗怕是难以保全。不管未来他去哪里，定能为我宗留下一丝余脉。或许，这也是你意境所指之意吧。文玄。人活一世，不求长存于天地，但求可以死得其所。我烈魂宗、列祖列宗都甘愿抹掉神智，成为主魂。我遁天也绝不会落于人后。我们很快就会相聚的。
主祖大人，时辰到了。这是从尸阴宗用祖符换回的巨魔族尸体，有着尸身相助，轮回术定可顺利长成。祖灵，开！此祖灵种子是虚主修炼万年，以肉身破除五剑封印释放而出。若东南西北4颗轮回术能顺利长成，便能孵化出4个实业强者。到时，朱雀国必败。大人，我听闻朱雀子去了炼魂宗，准备去抢11亿尊魂幡。他绝不做无把握之事，我们要小心了。危难之际，你等需借出10亿尊魂幡，助朱雀星度过危机。今日便是履行诺言的时候了。遁天，拿来！放屁！我怎从未听说过有此等约定？朱雀老贼，你这分明就是要抢！我炼魂宗成如今这般模样，和这几代朱雀子脱不了干系，而今又要为了你的位子，再搭上尊魂幡，休想！遁天，大难当头，更应团结一心，不要执迷不悟。拿来！我炼魂宗祖训有云：“幡在人在。”既然你如此冥顽不灵，那老夫便替炼魂宗老祖好好管教你。朱雀圣火，炼！尊魂幡保得了你一人，却护不住正宗。遁天，这炼魂宗是亡在了你的手里。这魂幡，你交不交？交不了。曾牛，这尊魂幡，你万要守住，以寿元为祭，魂遁。容！大融合术！朱雀子，灭我炼魂宗，也休想全身而退！化人成体，杀！是你逼我的，朱雀玄阴！我再说最后一遍，交出尊魂幡，否则你想守的可就一个都守不住了。这联盟赐予的神通，已经用来对付同族，就差1天。
遁天，修真联盟赐予的力量，你呀，挡不住。你要知道，我乃朱雀子，朱雀星第1人。你还没明白一个道理，这尊魂幡杀了你，我也拿得到。朱雀子，你欺人太甚！你灭我炼魂宗，你休想全身而退！老祖，弟子遁天献祭所有寿元，求请尊魂幡第4魂三金之魂。炼魂宗第4老祖，得1者可修仙，得2者为聪颖，得3者为天资，得4者为绝世，得5者为圆满。炼魂宗第4老祖拥有罕见的3颗金灵根，他身亡后魂魄进入尊魂幡，以宗内秘法修成了足以威胁问鼎后期的绝代第4魂三金之魂。今日我们便一起死吧！老祖所化三金之魂，乃天下至金之物。魂气无坚不摧，可伤元神。噬魂提速，你避不掉，也逃不了！给老夫三金之魂果然霸道，所言不虚。那我先收了此魂，再拿尊魂幡也不迟。老夫以14代朱雀子名义，现今所剩9/10寿元，求一瞬间修真联盟赐予的停止意志。把尊魂幡拿来吧，给老子曾牛，你还活着？你不是他，你到底是谁？
西，那可是只有修炼无数年的老怪才能有的。不，你不是他，你到底是谁？老子问你，你是第几代朱雀？14代朱雀。看在叶无忧的份上，老子今日不杀你，滚吧！你怎会知道1代朱雀子的名字？叶无忧，1代朱雀子叶无忧之名，只有历代朱雀子知晓，外人绝不会知道。此人行事作风如此跋扈，莫非你是？参见老祖，晚辈这就离开。把第4魂留下。罢了，你要第4魂也是为了对抗仙夷族。当年叶无忧对老子有大恩，我便借你3年吧。多谢老祖。不过，你既然猜出老子的身份，想必也知道老子的规矩吧？你就这么走了吗？是晚辈疏忽，2指可够。再留一根，滚吧！曾有。夺舍！前辈住手！你这小娃娃看不出轻重之色，换了老子以往脾气，一巴掌把你拍死。让你下雨了吗？给老子散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要什么第4魂？若是让那小崽子看出端倪，老子今日岂不是刚醒就又要再沉睡过去了？那第4魂等老子有了肉身，恢复了修为，直接杀上朱雀山抢回来不就得了？不知前辈是？王林，替我告诉这小娃娃，老子是谁？他是司徒南。司徒南，2代朱雀。难怪朱雀子会被生生吓走。晚辈炼魂宗遁天，参见前辈。当年那场域外之战，多亏炼魂4祖相助，如今你又助亡灵应变，将我唤醒。小娃娃，你虽寿元已尽，但我答应你，待我恢复修为，定帮你夺回炼魂4祖之魂，助炼魂宗重新恢复道统。师兄，你所言应了。我遁天不是炼魂宗的罪人，我也可以含笑与你相见，与师尊相见，与历代先祖相见了。尊牛小友，老夫再拜托你最后一件事。我会将所有记忆凝在流影幡上，你替我保管好，让未来的弟子们看看朱雀星辰的炼魂宗曾是何等辉煌。我将承诺远方尘烟逐梦而下，最痴心难也必改呀。身后的望，之前
我顿天发誓，第一次涉光，守护灵魂宗。师父，师尊，答应你的事情我做到了。孩子，你可愿随我？我遁天，甘愿抹去神智，成为尊魂幡之魄。师尊，弟子来了。前辈放心，灵魂宗之事，我定不负俗托。攻进去，毁了轮回术！他朱雀子来了，还算与我有一战之力，而你不过区区问鼎初期。这轮回术是由祖灵育得，我记得当年叶无忧研究过一个神通之术，可消化祖灵之力，增加修为。我瞅北边这个还挺顺眼。前辈，你要干嘛？你当真以为我仙夷族会对你们的进攻毫无准备吗？哼，仙夷众将，解阵！想走？晚了。怎么？发生了何事？挺小子来呀！真他娘的难吃！我仙夷族数万年培养的祖灵，你吃了？狗贼！我杀了你！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跑啊！撤！快撤！走！小崽子，我在这儿，来抓我呀！你给我站住！
哈哈，吞噬祖灵既可恢复修为，又顺手灭了仙一族即将孵化的问鼎数咒师，也算对得起一代朱雀了。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哼，当然是去找个匹配老子灵根的肉身。等我恢复修为，就去把当年那几个人一一杀光。若是他们死了，就拿他们后人典范。前辈，我知道那天逆珠是天地重宝，甚至超越了仙宝，但它已与我神识融合，我不清楚如何才能取出还你。放屁！那破珠子害得老子如此狼狈，我才不要！你自己留着吧。司徒，干什么？谢谢。突然来这么一出干嘛？你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也算是我的弟子，不就一个破珠子吗？说这么些酸话，肉麻死了！要什么？你小子要是非要谢我，就给老子找个肉身吧。朱雀子有个弟子叫钱锋，他的肉身应该不错。朱雀子的弟子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一代朱雀对我有恩，老子再找找。有趣，朱雀星怎会有这等肉身？此身一旦被夺，就会生成与夺舍者最匹配的灵根，真是好东西，就它了。小林子，去小北延吉之地遛遛狗。小崽子，爷爷在这儿呢。小崽子，老子这一路上等你多少次了？快点行不行啊？此人三番五次挑衅，必有蹊跷。但只要他未将祖灵炼化，我就能夺回来。是他。这是禁制。此名九离之气，是这里独有的天然禁制。小林子，一会儿想办法借势，将这问鼎小崽子困住。烟血之光，此光只要照到有血液的生物，便能令其全身沸腾燃烧，不出10息便会死亡。雕虫小技，把祖灵交出来！竟敢夺舍，滚出来！就是现在！干得不错，有着魔童肉身和问鼎修为，再加之仙夷祖灵，用不了多久，老子便可完全恢复。到时我就去找你。不用我为你护法？不用，这九离之气便是最好的护法。哦，对了，我醒来之后一直想问你，老子从未听过极境修士能突破元婴，可你小子竟然都应变了，怎么回事？我已将极境剥离。能不为此物所动，将之取出，实属难得。但我还听过一种说法，拥有极境的修士
突破极境神识的方法，便是修星之精。修星之精能否助极境突破，我不清楚。但你若想离开朱雀星，还真得关注此物。什么意思？老子没当朱雀前，以为它不过是件法宝，后来我才知道，此物才是6级修真国操控整个星球的终极手段。修真联盟以神通之术获得修星之精，凡有修真国达到6级，便会被赐予一颗修真星球，以及这修星之精。只要此物开启，此后星球上诞生的所有生命，都会有一条命魂被修星之精吸收。与修星之精相连之物叫修星之心，由修真星上最高权力者所拥有。只要献祭自身寿元，便可随意抹杀其上一切想杀之人，除非其修为超过了问鼎，将命魂从中抽出，否则别无他法。所以当年我知晓此事后，便暗中将朱雀星上的修星之精封印。虽说此物还会吸收命魂，但只要封印不破，后代朱雀便无法操控。所以这朱雀星现在才会如此混乱。若朱雀子突破封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好了，一切等老子肉身恢复再说，你也不必太过担心，有我呢。修星之精，我亡灵之命，岂能握在别人手中？婉儿命魂，我也会一并夺回。朱雀子应还未掌握修行之境，司徒融合肉身还需些时日。待他醒来，便可取回我与婉儿的命魂。如今朱雀星大乱，依然不适合修炼。若要前往天运星，还需多做些准备。孤神之地的拓森也是一个大麻烦。此血液中蕴含一丝孤神之力，是修炼孤神之体的绝佳助力。可惜这点远远不够。但这股强悍的巨魔族气息，与当年石阴宗底下求救之人极像。不如趁此机会去趟石阴宗，一探究竟。王兄，一别多年。可还记得在下？周兄，好久不见。当年的酒，最后一壶。这酒还是当年的酒，人还是当年的人。古语云：“物是人非。”可你我现在。却像是人是物非。四派一别，王兄在朱雀星留下赫赫威名，在下敬你一杯。周兄背后有高人提点，想必将来也不遑多让。王兄。周某再敬你一杯，谢你杀李元丰、风雪玉，为四派雪恨。周兄，想必你已在此等我多时，有话直说吧。还要从几日前先彝族开启轮回术说起。
雀老贼，毁了一棵轮回树，也逆转不了你们朱雀国的颓势。稳定初期，也敢犬飞？此战，我族必胜！哼，好狂妄的小辈！师兄，好久不见。多谢二祖出手相救。恭迎二祖，恭迎二祖。哼，我该称呼你为云雀子，还是仙夷族二祖？称呼罢了，师兄随意。你陷于重伤，与我一战，你断无活路。那你为何不趁机杀了我？穷寇莫追，围城必去。我仙夷族愿与你谈一桩买卖。你比任何人都清楚，你朱雀国败局已定，但我仙夷族愿与你将朱雀星一分为二，分而治之，互不干扰。你意如何？哼，一比。3个月后，朱雀山，我仙夷族会来找你要个决断。寻一处阴寒之地，尽快养好伤吧。你可还记得，当初牺牲了多少族人，才破开封印，将你送入朱雀国？你本可置他于死地，为何放他走？哼，他手上的修行之心可以控制修行之精。修行之精虽然被2代朱雀封印，用不得，但却会得。他自己的命魂虽然也在里面，但是你若执意杀他，他临死前定会毁掉修行之精。到时连同我仙夷族9月之下的1万族人，都得为他陪葬。我本暗中培养了4人，本来不论他选择谁继承大位，皆可慢慢架空对方势力，永保我族昌盛。可虚祖大人和你们太过心急，把我煞费苦心布下的局面生生毁掉了。你给他3个月，又是为何？哼，3个月足以剪除他最后的羽翼，让他看清现状。要保朱雀之位，唯有交出修行之心。记住，我们要的从来不是朱雀子的命，而是让族人可以安心地回到朱雀星地面上生活。你就这么笃定他会按照你的计划行事？为了朱雀之位，他当年甚至选择了弑师。如此之人，怎么会接受自己落得全盘皆输？而后的3个月中，云雀子前辈等人一起围剿地破门，击杀其问鼎老祖，又重创天域宗宗主楚云飞，逼他离开朱雀星。
五级修真国水墨国沦陷，5级修真国牡丹国沦陷，5级修真国秦国沦陷。如今的朱雀星的修士中，朱雀子是唯一的问鼎了。不假时日，轮回术的几大祖灵就会临世。事已至此，朱雀子已再无翻盘的可能。一切计划如云雀子前辈所料。你也是云雀子选中的人。4人中，我只知其3。我拥有青龙血脉与无情意境。子欣曾是前锋炉鼎，与其有因果纠缠。云雀子前辈是想让我2人与朱雀子的2个弟子抗衡，而第3个人便是你。他说，若你愿意，便去寻他，届时他会教你黎明草帽的真正用法。告诉云雀子，我不会去见他。也罢，这最后半壶酒送我可好？我曾与柳梅交手，此玉简内记录了他的意境。看与不看，你自行选择。多谢。应变老怪，有趣。化神中期的元神，竟然可以察觉到我的存在。前辈饶命！在下修的门内功法，对神识极为敏锐。你是哪个门派之人？晚辈曹一斗，师承天运星弥勒宗。天运星，天运星之人，为何在朱雀星上？灰前辈，晚辈肉身破灭，只能向石阴宗购买肉身。可我仙域有限，估不起天运星的价格，只能退而求其次，来这朱雀星。你对天运星了解多少？晚辈从小就生活在天运星，那儿的一草一木我都特别熟。若前辈要去，我可以帮你引路。既如此，我要你做我100年奴仆，100年后送你一具鹰变肉身作为报酬。此人气度不凡，与其惹恼他，不如富贵险中求。曹一斗，拜见主人。果然是这里。此人血脉极为旺盛，修为至少问鼎。若能取得血液，定对本尊大有裨益。风动！小友，救我！救我！这巨魔躯体，仙剑破不开，藤蔓却进出自如，不如以此驱邪。小友，你若助我脱困，我可以送你巨魔宗重宝。这是古神之力，此人的血果然有用。小友，你若能救我出去，我可以将巨魔宗重宝开天之铁给你，还可让朱雀星上巨魔族人全数听命于你。我愿成为你的坐骑，只要你救我离开此地。小友，我
这巨魔族人的身体就如星罗盘般，一显凶势不可寻之处，巨魔之躯可随意通行。修真联盟大神通之人，皆系以巨魔族为坐骑，而且我们一旦认主，终生不叛。你若救我，我便纵你去死。你取我血液，定是有所用处。我的体内没有骨髓，精华比血液更多，我将你取出。有古怪。此人先是抛出言辞，想引起我的兴趣，又通过详细解释来拖延时间，而精血被取，气血衰弱，定然更加难以脱困。他却不闻不问，这不是一个着急求救之人应有的心态。莫非你是何人？我乃巨魔族万富侯雷吉。当年我与仙夷族一战，击杀了3个9叶术种师，也因此被11叶术种师追杀，不慎被11宗抓住，封印于此。你若救我，我可以让朱雀星上所有巨魔族人都认你为主。小友，你救不了，救下你对我没有任何好处，反倒是把你留下，让我随时过来取些鲜血，才是最佳。雷吉前辈，在下告辞。此人劝我救他是假，要我采血是真。若我继续采下去，定会触发他的某些神通，反而助他脱困。下最后半炷香，只要再出一些血液，我便能将祖宗逼出体外，重见天日。我不是。没想到，在这阴寒的尸阴宗，竟能闻到如此干净鲜美的味道。应变期，竟还未近女色，这可是大补之物啊！小修士，你可愿与我春风一度？没想到我那一缕意境，竟在你身上。意境？哥哥，巨魔老祖手中那一丝残魂，竟是此人意境所化。你是谁？当年修士中，他们称我为内姬。在仙夷族，我是3祖。原来是3祖大人。今日晚辈误闯此地，不再逗留，告辞。前辈这是何意？相较3祖大人，人家更喜欢听你叫我内姬。今日你来到了这里，想走可以，只要你应我。3祖大人，你可认识此物11宗魂幡。你在此地出现，定是重伤未愈。前辈莫要逼我，今日在下告退就是。前辈大可继续疗伤。
谨慎的小修士，真是越看越让人喜欢。被姐姐看中的人，可是跑不掉的。去，把他抓回来。这花轴有些熟悉。这花轴怎会有我嫌疑圣物的气息？嫌疑圣物。他怎会有我嫌疑符术图谱？不好，罗布上！哪位先祖竟敢为福寿，将自己封入图谱之中？这小修士究竟是何人？老子虽没完全恢复修为，但在这小小朱雀星上已经够用了。眼下便是帮你从修行之经上抽回命魂。朱雀星的实力已无力抵抗嫌疑族，今日你二人会经历一次生死考验，是生是死，就看你们的造化了。嫌疑族五祖见过朱雀子。在下嫌疑族少族长见过朱雀子。小女子见过朱雀子。师兄，3月之期已到，你可考虑好了？哼，让你们唯一的那个11叶术咒师一并出来吧。
许诺将朱雀星一分为二，无非是畏惧我手中的修行之心，不然此刻早就一起出手了，何须这般废话？但若我将修行之心交出，我岂不成了刀板上的鱼肉，任你宰割？师兄，我知你顾虑。哼，这是一道连破之咒，此咒可将你的命魄与修行之心绑定。若我族出尔反尔杀了你，修行之心也会随之破碎，我族皆为你陪葬。此咒在，保你手中正气。师兄，我们并非想要毁灭朱雀星，只是想寻求一种共存的方式。交出修行之心，此战可免。朱雀星一分为二，彼此绝不干涉。不愧是我的亲师弟，算到了这个份上。那以你对我的了解，你觉得我会如何选择？朱雀子，你早已穷途末路，莫要经久不持之罚酒。朱雀印，什么？你祖竟然只是圣剑！朱雀攻印，以寿元催发，万物皆不可阻拦。师兄，若你再发出一击，便要寿元断绝而亡。是战是和，我需要一个答案。师弟，你还记得咱们的师傅上一代朱雀子钱平海吗？你判得好啊，钱平海，你当年错了，大错！你快睁眼看看你最爱的徒弟，这就是当年你钦定的朱雀子。你选的是仙夷族的后人呐！钱平海，我与云雀子一同拜入师门，天资也相差无几，为何你却总是对他赞誉有加，对我却是谩骂不断？在我心灰意冷之际，你却又给了我希望，将代表朱雀传承的朱雀玄阵传给了我。我诚惶诚恐，加倍练习，殊不知那朱雀玄阵根本就是一把双刃剑，每使用一次便会损害元神。你怎么能这么恶毒？你一直教导我如何做朱雀子，但却从未打算传位给我。你定没料到，在你临死前，老夫会偷梁换柱，得到了修行之心，最终还是坐上了这朱雀子之位。我没有把你的肉身安葬在朱雀墓，而是卖给了石阴宗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缓解老夫的心头之恨。钱平海，事实证明，我才是最适合成为朱雀之人。老夫不恨仙夷族，但对你与他的恨意却是滔天。师弟呀，老夫怎可能和你平分天下？老夫做不成第一个朱雀子，也要做最后一个朱雀子。老夫的答案便是什么都不选，我要与你做一个游戏。你若赢了，这朱雀星送你；但你若输了，仙夷族就和朱雀星一同覆灭吧。你要干什么？修行之境
就在朱雀墓内。所有问鼎以下修士，可任意进入朱雀墓。你们收取自己的命魂也好，修复修行之精也罢，等老夫最终捏碎修行之心时，所有没有取到命魂之人，全部随修行之精灭亡。我也给你们3个月时间。喂，你疯了！你疯了！朱雀墓一开，所有人游戏开始。这个兔崽子，竟然敢引爆修行之心，真是不要命了！只有拿到命魂，才能活下来。到不了朱雀墓的人，全都会死！快走！我们该如何？如何？当初若不开战，何至于此？如今现役族人的命都捏在他手上，只能按他的规矩来。让所有9叶以下族人进入朱雀墓，一切小心行事。我们几个再想办法。是。这老疯子，自己去死还不够，要把我们都害死不成？生死有命，各自去吧。前锋，记得用朱雀玄阵。还有，此乃天外之铁所制，不论此战是胜是败，必要关头拧下机关，都可以保你一命。是，师尊。钱平海，你的后人，他的灵根和你一模一样的，我也会像当年你对我那样对待他的。到反天罡了，现在老子倒是没法进朱雀墓。要拿回命魂，只能靠你自己了。这朱雀墓范围不大，分为内外2地。进入后会先抵达外围，神识一扫，便能找到一处祭坛。通过那里进入内部，内部中心有一灵山，那里便是夜无忧之墓。找到星野，便能抽出命魂。若真遇到什么危险需要出来，这是我封印的破解之法，它能带你平安离开。明白，多谢前辈。这朱雀墓扩张的也太慢了，才多少人就满了？我们还得让修为高的先进，这不是平白耽误别人吗？啊！这跟等死有什么区别？这就算靠什么神修为，这个人不太好惹呀。止步！道友，莫要坏了规矩。此地是我师尊先来，待那些阴变期前辈进入后，便是轮到我等。你既然后等，还是后面排队。来，休得无礼！在下蛮荒难明，弟子不懂事，还请前辈见谅。师父，此人什么修为？为何弟子在他身上察觉不出丝毫灵力？你当然看不出来，此人以洗去凡根，突破应变，如今仙力贯穿全身，直达血脉，平常人根本看不出半点出奇之处。
像是。王林，你不认识现在的我，可我却认识你。我们可是好久未见了。这朱雀墓范围不大，分为内外两地。神识一扫，便能找到一处祭坛，通过那里进入内部。内部中心有一灵山，便是夜无忧之墓。陪我一起玩。妖？不对，这好像是焦土内那炙热灵力幻化成的火灵。果然，地面焦土不散，此物便会重新凝聚。和我一起玩！醉！这是命魂。这焦土内的每一个颗粒，竟都是一个命魂。这些命魂微弱，应是凡人的。司徒说命魂在朱雀墓内部，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我的命魂会不会也在这一种生物体内？3天了，怎还未发现祭坛的踪迹？前辈，前辈救我！前辈若能帮我脱困，我可以告诉前辈进入朱雀墓内部的方法。晚辈慕容云，多谢2位前辈相救。老夫莫云海，这位道友好身手。小辈，你刚说知晓如何进入朱雀墓内部。莫前辈，在下来此地时，碰巧看到前锋与仙夷族几位术咒师进入了朱雀墓内部。若非我修为不够，此刻定然也进去了。哦，不知他们是从哪里进去的？是一处祭坛，不过那祭坛很偏僻，入口处有复杂的禁制，周围还有些奇怪的东西，我自己破不开。若前辈答应在下，到时候能将晚辈一起带进去，那晚辈这就为2位引路。道友，你我联手应问题不大，你意下如何？就是此处。你说的祭坛就是这个？那中间之处便是入口。搜魂术。此人没有说谎，但只有第1个能成功进去。哈哈哈哈！是这里，道友。在下先去一步。还挺聪明，你怎么发现的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但是你也要回答我几个问题。有趣，你先回答我。你的衣服年代太过久远，并非现在修士所穿。就凭这个？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。现在我想知道，你是什么东西？我乃命魂所化。你为何会在此处？此地破碎后，命魂就从中四散而出，说不定你的命魂就在这附近啊。你有什么目的？我没什么目的，只是不想让你们得逞罢了。哎，该你回答了。
还有什么原因？那闪电中蕴含的灵力，本可轻易置你于死地，却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你。自导自演的苦肉计太假。说，真正的祭坛在哪？休想知道什么！放过我！就算杀了这些命魂，死的也是朱雀星上的人，而我可以不断吸收新的命魂重生，你杀不死我的！我不杀你，但可以把你封印，切断你与外界的一切联系，待到你体内命魂的主人寿元耗尽，你亦会身死。我告诉你祭坛在哪儿，你放我出去！说，此地东部有9座山峰形成的深谷，那里飘散的不是黑雾，而是白雾。祭坛就在那谷底。你这个骗子！在越来越多的修士发现了灵物不死的秘密后，他们开始通过不断屠杀、毁灭灵物，等待命魂重组，以牺牲别人生命为代价的残忍办法寻找自身命魂。这也让本就在碎裂的朱雀墓局势更加混乱。他应该恢复了，你再去把他引出来。是没我的命魂。他死了，应是命魂被人捏碎了。再去，就在这里等待我的命魂。若没有出现，他凝聚一次，杀一次。好久不见啊，王离。让开！果然是应变初期，你修为提升的好快。朱雀子死亡在即，你我一战没有必要。我与你一战，与师尊之令倒是关系不大。那便是为了你的千幻无情到了，对吗？我以千幻分身，感悟有情人生，修成无情道；而你，同样是以有情入道，感悟生死，看破凡尘，体悟生死天道。你与我是一类人。没时间了，灵位毕竟是应变中期，很难速战速决，万不可影响我取命魂的时机。若你敢动用尊魂幡，我便将这祭坛摧毁。此物再次凝结需数日，你等不及。你到底有何目的？如今我还差最后一幻，便可成就千幻，直达应变后期。借你之道，让我的千幻无情达到圆满，你看可好？最后一关成全你，别后悔就好。我的千幻无情道，如同这孔雀开屏的上千只羽毛，每一只便是一幻，每一幻便是我的一世。如今仅差这最后一幻，你注定会成为我的炉鼎。红蝶之绝情意境
太虚断绝情难，此女却天性凉薄，无情可绝。此意境比红蝶之意境还要高出一筹。这世间的美丽，往往都是最无情的。彩虹美丽，受亿万人侧目，但无人可将它留下。就好似这孔雀之皮，虽是美丽，却是归虚。无情。我本以为你之意境与天道之则同源同流，与我之无情殊途同归。没想到你的意境竟有这么大的破绽，如此轻易地夺走你的意境，倒是让我有些失望了。滚！谁稀罕与天道本源？天地间该消散的自会消散。若天道要让本该存在的事物消散，我绝不会同意。你的最后一环可不是我的意境，生死之道，轮回！你找的这个肉身，奴家可真是喜欢。王兄，这便是我体会到的柳眉意境。如今他只差最后一环，便可成就千环。王兄要多加小心。柳眉若真要吞噬我的意境，以我的修为并非他的对手。若要破他之道，唯有一法。小哥哥，你终于想起人家了。我看你需要一个肉身，我助你夺舍，还你自由，如何？阴邪之境专克柳眉的无情道，待魅姬夺舍成功，柳眉便会失去神智，成为魅姬的傀儡。王离，你好卑鄙！若非你执意吞噬我的意境，我也没有机会让魅姬夺舍于你。这一切是你咎由自取。天下间至阴至邪之意境，以阴邪勾起欲，破除无情。传送阵！小妹妹，乖乖把肉身给我吧。怎么了？我当年的那丝意境，居然在夺舍。你当年的淫邪意境，若让他夺舍成功，定会抽离我的部分本源，找我族大计。今日是该将其泯灭了。怎么会有不良干涉我夺舍？还我不将我抹杀！既不能夺舍，那便如何？无情的最后一环，竟是淫邪。王离，你坏我道心，使我意境变为千幻情欲道，此仇无共戴天。按司徒的说法，朱雀墓内部正中有一座灵山，星隐就在其中。
看来要想找到灵山，必须得穿过这山涧。这里的命魂比外面强大数倍，还是不招惹为好。不好，朱雀魔坍塌越来越快了。始终没有你的命魂呢，看来你命定丧身于此哦。绝不能让他伤到我儿命魂。是你，尊魂幡。再敢妄动，死！不好，此处要塌了，看来只能另寻他法寻找命魂了。若此地崩塌，若儿命魂必灭。多谢小友相助。唯有将其打散，才可能找到儿命魂。你把人家救出来，又攻击人家，你这是何意？婉儿，你在哪儿？真是个疯子！婉儿。此地的崩溃愈发剧烈，得尽快找到灵山，取回我的命魂，从此地出去。这是新命魂，血灵魔！孙子，敢在你家许爷爷面前叫嚣！爷爷让你跑了吗？金命魂组成的灵物竟与剑魂类似，正好借许离过来克制。这气息与仙界中的仙剑极为相似。好强的威压！这斗魂竟是单一命魂，
剑有奥义，斗有狂喜，绝非等闲之物。把他的魂留下，你走。这领悟速度如此之快，与第四魂不相上下，攻击力却是更强。把他留下。曾牛，多亏你吸引了金命魂，我才得以顺利通过。既如此，就送你一份礼物吧。当初你不是想与曾牛再战吗？今日就给你这个机会，杀了他。这弯刀似乎并非想要伤害雪烈国，却是另有他意。雪烈国，你且委屈一下，随他去。主子，不可呀！你身为魔头，没那么容易死。待我取回命魂，再来救你。你可千万别忘救我！此刀着实是个宝贝，待我回来找到雪烈国，定要想办法收服。此处应该就是灵山。看来他果真被剑锋炼成炉鼎，失了神智。时间紧迫，还是不要多做纠缠。无法控制自己，如此过火，为我所不齿。求你杀了我！我红蝶，宁死不愿走生。修行数百年，你是我亡灵道之一途，为数不多的对手，没想到最终一战会是如此精彩。王某敬你的傲气风骨，此战我成全你。
百年化神，却止步于化神。如今身为傀儡，再无翻身可能，唯有一死，方能解脱。我一生未足200年，浮生若蝶，瞬息而过，然仅瞬息，终身覆亡。再见了。现实像刻画作，一生叠肩上落，不结果斩枷锁，不着落，不着落，是因果，此劫若不可躲，就这一瞬间脱，心悸前锋的意境是无限的欲望，他通过吞噬意境获得不同的感悟，从而使自身意境达到圆满。我将对他意境的感悟与坤极鞭留给你，曾牛，帮我杀了前锋，好吗？明年春天，极北平原之中会有一朵蓝色的玫瑰盛开，那是我送你的礼物。我答应你。此次借助虚祖头骨的力量，强行破开朱雀墓，但只能一人进入，且时间有限。若符文之力消散之时还未出来，将会被直接抹杀。谁去？我去。待我找到修星之精，便用逆转阵法全力修复。阻止修真联盟降临，定能保住我族。此行危险，定要小心。快去快回。耐心，再等一会儿。还要等多久啊？破镜进入灵山，怎么可能？就是啊，怎么放手走？拜见前辈。前辈，晚辈已在此等候多时，这门还没有开启的迹象。不急，此地是进入一代朱雀墓室唯一的通道，若无修星之精，无法打开。唯有等到朱雀墓崩溃到一定程度，将门震开，方才有机会进入。此人不是朱雀星之人，虽是鹰变后期修为，身上却有一股奇异之感。不知是哪位道友夺舍而来，何不现出真身？你我素不相识，即便现出真身，你还能知晓我名讳不成？往后退！远点！你后退别放了！你先到门外这还不看？推远一些。朱雀墓外要踏完了。解人子心。他竟还没到。曾牛，
牛，就让绝情为你送葬吧。王兄，亡灵。这场游戏的高潮终于开始了。曾牛，王兄，王林，许久未见，你的修为又精进了不少啊。虽说与我的英俊还差一点距离，那草帽法宝，我便借你用段日子好了。还剩下99个木雕，等你化神后可别忘了。当年答应前辈的木雕，如今已然全部完成。昔日点化之恩，在此谢过。此行我只想取回命魂，别无他意。这云雀子问鼎修为，却得入朱雀墓，背后定然牵扯甚深。我要取命魂，万不能陷入其中。王离，你坏我一己，我定会杀你。我修道以来敌手无数，但仅一个眼神便让我如此心惊肉跳的，只有一人，屠丝魔孽。托死！我离开此地之日，你便是逃入星空彼岸，我也会将你擒回炼化。此人本该全力杀我，夺取意志传承，却迟迟未对我出手，而是大费周章进朱雀墓。莫非他也想要修行之境不成？此人恐怕不只有应变修为，此地能制衡一二的，只有云雀子。古神的气息，原来在他身上。一起出手，打开灵山大门！若照司徒所说，那里应该就是叶无忧之墓。可若要进去，应该没那么容易。护体禁阵。
力量的加持下，此人的修为果然亦可达到问鼎。多谢王兄，我与子音本想借水遁之术潜入，看来不可行。看来这金甲巨人并非要置人于死地，只要接下一剑，便有资格进入夜无忧之墓。只是这一剑之威，曾牛道友，想必你也看出，这剑芒威能已达问鼎，绝非我等可以独自接下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你我三人联手抵抗，如何？王兄，小心有诈。好啊，如此甚好。曾道友，你我二人先上抵抗剑芒，随后再由我师妹接应，你看如何？不用那么麻烦，我第一个去接剑芒，你二人随后便是。这曾牛不过应变初期，却敢如此托大，必是仰仗那尊魂幡。若能夺得此宝在手，曾道友莫慌，钱茂来了！曾牛，受死！问鼎神石。快退！岁月。这应该就是一代朱雀夜无忧的雕像。那光团，莫非就是修行之境？不过，云雀子他们去哪儿了？王林，是你吧？既然来了，便助我一臂之力。我果然没看错人，你是第3个进入此地之人。前辈，这莫非是跟随你之后进来那个人？此人仅仅解放分时，修为便达到了问鼎。我与他大战一场，暂时将其禁锢。果然。但这云雀子与拓森的关系，似乎不止于此。背后隐情，还得引诱云雀子说出。王林，我身受重伤，
这修行之经，你却把我取来，为了我仙一族也好，为了你等修士也好，不能让这修行之经崩溃。前辈，那黑影到底是何人？与你又有何关系？你若不愿相告，晚辈也不敢上前。罢了，告知你也无妨。我也是刚刚才知晓，朱雀星如今这般惨状，竟都是内人一手造就。千年前，仙一族被赶入地下，我背负着众人期待，混入朱雀国中，成为钱平海弟子。那时我刻苦修炼，一心想要获得朱雀传承，让我族人重回地上，告别那暗无天日的生活。可没想到，朱雀之位却落入到了师兄手中。仙一族人蛰伏千年，却落得一场空。对我大失所望，虚族决定放弃和平手段，转而开启远古祭坛，祈求更强大的力量。却不知朱雀星底下其实连通着一尊古神的尸身。古神的一缕残念回应了我族的祈求，竟真的帮助虚族突破12夜，破开朱雀子封印。然而自那之后，虚族仿佛疯魔，一意孤行开启了大战。而我今日方才知晓，两族血战竟都在那残念谋划之中。他所做一切，都是为了得到修行之经。拓森如此费尽心机，要得到修行之经，唯有一种可能。子无可助拓森脱困血海。若真如此，届时我断无活路。你也神识查看一下便知。我现在幽禁灯窟，那人一旦脱困，定会抢走修行之经，到时候将万劫不复。前辈这是幽禁灯窟，那前辈的修为，实乃晚辈平生仅见。哼，你是如何看出的？那不是修行之经。若是前辈想要那东西，大可自己去碰。不愧是我选择的4人之一。没错，那不是修行之经，而是星隐。触碰者需要花费一些代价，才能将真正的修行之经取出。老夫许诺，你若为我取出修行之经，我以仙一族至宝相赠。前辈，那草帽的使用之法，可否告诉我？快去！老夫不想杀你，但你若还不识抬举，我也不会留情。你曾帮过我，故而我本不想与你为敌。如今我只想取回自己的命魂，离开朱雀星，追寻我自己的道路。但是前辈，你今日却执意要害我。若我真的按你说的做了，付出的代价就是即刻身亡吧。你一人赴死，老夫便可修复修行之经，
拯救亿万生灵，此乃大义之举。前辈如此大义，何不教我修复之法，而后慷慨赴死呢？可笑！以为这孙魂饭还能战得老夫不成？我不是你的对手，自有人是。小家伙，你这阵法的确有些门道，利用已死之人的残余之力化作影劲，能困住主人的一丝分食。但我要为主人取到修心之精，无人能阻。区区傀儡之物，灭了你这分食真正藏匿之处，你即便本体再强，也无法现在燃来。修行之精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主人脱困之日就在眼前。拓森的问鼎傀儡竟被一击毙命，修行之精果真危险之极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你可愿成为封号朱雀？我在此等你多时了。叶无忧，前辈此话何意？历代朱雀之位交替，皆是由上一任朱雀子钦定传人，授予朱雀印，方能得其传承，掌控修行之精。可若有人妄图毁灭修行之精，那么他便会自行选择主人，重立朱雀，而你就是被修行之精选出之人。他身上怎么会有朱雀印的气息？朱雀子的认可，他凭什么可以得到朱雀传承？历经14代朱雀，修行之精崩溃还是头一回。此番选他，合情合理。你可愿成为封号朱雀，守护朱雀星，直至寿元归虚？不愿。得朱雀封号，便为朱雀星至尊，受万人敬仰。若成朱雀，无数珍宝任你取用，修行之途再无阻碍。若出此门，便是千难万险，稍不留意就会身死道消。留在门内，可得朱雀印，执掌一星，此生顺遂无忧，你为何不愿？我的步伐
不会只停留在一个朱雀心上。也罢，人各有命，强求不得。前辈，我要如何取得自身命魂？取得命魂无非二法，一则杀灵物取命魂，不过在浩渺的灵物之中寻到自己的命魂，纯属机遇，无法强求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一命换一命。去吧。他竟然放弃了朱雀传承，一命换一命，此二人既为我生死仇敌，以他们之命换取命魂最好不过。但朱雀国亲传弟子定棘手难上，倒不如祸水东移，暂先修好。修行之精如今无主，谁拿到它，便有机会掌控朱雀心。修行之朱雀之尊，这是天大的机缘！是我的。朱雀玄阵，修行之精是我的。拿它拿来！夺舍之法。朱雀子，师弟，这场游戏现在才是高潮。老夫借前锋之命化身来此，可是要好好的与你聚一聚。朱雀星，我岂会如此轻易的空手让出？夺舍昔是亲传弟子血肉，填补你之寿元，师兄真是好手段。此乃天外之铁所致，必要关头拧下机关，就可以保你一命。若是在斗法时记住这同人，那没等杀敌，我怎么细干呢？换回命魂，时机已到。那同人是天外之铁所致，得需无数载积连而成。难道说，朱雀子对我自幼栽培，都是为了夺舍我？这个老匹夫，受死！亲传大弟子，果真难杀。苍妖，你为何非要置我于死地？杀你，为我自己，也为红蝶所图。
你穷途末路，受死吧！武神血剑，你忘了？武神之血，我钱家老祖曾言，此剑非灭族之日不出。曾牛，既如此，你也可以瞑目了。剑上的血是真正的九星古神之血，剑锋竟有此剑做保命符，杀起来还需费心主者。傀儡只是他的障眼法，猴子才是他的分食。本来此前不想用这个方法降临，毕竟会对我的分食有一丝损害。只怪我那个废物傀儡无用至极。现在有这滴古神之血的加持，这修行之境我势在必得。1000年了。本神终于可以脱困了！小家伙，等我拿到修行之金，再和你好好算账。陀僧卷土重来。不可久留，以前锋之命换取命魂。换！前锋，你把我当做炉鼎之时，可曾想过今日？转！母兄，云雀前辈曾授予子信炉鼎逆转之术，你此番杀前锋，他那一身因变修为，却是成就了子信。看来朱雀魔坍塌的太厉害，司徒给的传送玉剑无意打开。王林，现在轮到你了。果然有些手段，难怪你当年不过区区结丹，便可夺得一之传承。可惜啊，挡不住啊！
必定重炼纵魂幡。我与朱雀子合力都拦不住之人，竟为王云一人杀！修行之精，修行之精啊！竟能做到这一步，王林，我真是小看你了。纵魂幡所有魂魄自保之位，就还是无法消灭他的意志分死。死吧！也不知天逆空间能不能躲过托森的追寻。这场闹剧就到此为止吧。你是何人？不管你是谁，待我脱困，必取你性命！你是朱雀子，你可知错？晚辈知错，请使者大人原谅。使者，修真联盟使者。朱雀子，你妄图毁灭修行之精，此乃大忌。念在你事出有因，联盟不再追究。你就此归去吧。师弟，到最后，你还是赢不了我。师兄，我们谁都没赢，都输得一败涂地。此人总有种熟悉之感。怎么，曾牛兄不记得我了？是你。多年未见，曾牛兄风采依旧啊！莫之兄，正事在下，退下吧。莫某有疑问，还望曾牛兄解答。适才你为何拒绝成为下一任朱雀子？原来如此，与其说是修行之精选中了我，不如说是他选中了我。王某之志不在朱雀。唉，可惜，既然曾牛兄心意已决，莫某不再相劝。此乃修行之心，得者便为下任朱雀子。修行之心，
有的人可以直接成为朱雀之尊。应变终极，他的修为怎会暴涨如此之多？不对，这气息是剑锋。炉鼎之躯，竟能逆夺成就自身，真是难得。身负青龙血脉，本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，可惜呀，修为尚未应变，难以服众。既如此，下任朱雀子便是。莫兄且慢，尚未应变，并非此生无法应变。王林，你此话何意？莫兄以为如何？王林，你11尊魂幡已毁，修为不过应变初期，如今我要杀你，易如反掌。若我答应成为朱雀子呢？你曾牛兄这是改主意了？莫兄何必再问？即便我成了朱雀子，也会立刻把这封号传给他。有趣。有趣，既如此，今日起，你便是第15代朱雀子，望你在此潜心修行，好好感悟朱雀印。现遗族，我可将朱雀星1/3的范围划给你们，但每隔1000年，你们都要送出一个9叶以上族人的头骨。云雀子，你可同意？去。多谢。举手之劳，何须言谢？曾牛兄，说不定日后在下也有虚拟相助之时，届时你可不要拒绝。这是自然。莫某现下要回修真联盟复命，曾牛兄可要与我一同出去？在下尚有事情未了。以仙力凝结此印，便可离开。曾牛兄，仙途遥长，你我定会有再见之日。我与婉儿的灭魂皆已拿到，再无人能左右我们的性命。11尊魂幡损伤惨重，待出去后，定要寻足够的魂魄将它修补完好。朱雀封号归属，周武太为人重情重义，我即便离开，他也会对与我有关联之人多加照顾。如此，我便没了后顾之忧。雪烈国，主人，这弯刀已经被我驯服，乖得很。这弯刀颇为玄妙，必有大用。老四，快来见过主人。见过，主人。这弯刀怪力难寻，我无法将神识刻印其上，没想到却对许立国如此依恋。也好，
如此我便可间接操控，让其为我所用。哼，老四，走。落水无根，自夜空坠落，又融化为尘。你又何区分？很远中看不真。这一年间，先遗族退居朱雀星西北之地，从此再不轻易与修士接触。经此一役，朱雀星修士死伤大半，各国宗派多有凋零。天一族退兵了，天一族被打跑了！周武太太心知难以服众，猜出朱雀墓，便立刻在朱雀山闭关。至于那紫心和柳眉，听闻逃往了星空之外。我本打算收回朱雀子拿走的3金之魂，却也不知所踪。小柔儿比我幸运，有佳能会，还有孝敬父母的机会。若小柔儿有朝一日修炼至元婴期，便将铁炎将此物交给他。临走之前，我去了雪域国就地，北地严寒，却仍有花，凌寒盛开。最后，我回了那生我养我之地。即使没被选上也没关系，竟然是仙人，你踏踏实实回来。不要！爹，娘，孩儿要走了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王爷，妾身再给您补一曲。司徒，该走了。来得真快。小林子，知道老子为什么要修仙吗？我告诉你，老子修仙就是为了夺天下宝物，拥天下美人。要不是老遇到打不过的仇家，逼得我不得不潜心突破，这破仙我早就不修了。司徒，我和你的道不一样。走，我们去打下自己的修真国。吃人。此乃天际罡风，越过它，你便彻底离开朱雀星了。本尊见。
写下你的修为，你是应变中期巅峰。给老子站！王兄，一路走好。好生可畏呀！是啊。走，先祖。不错，按这个速度，还有1个月就能抵达那交易星了。哎，对了，差点忘了这个。你不在的时候，老子又去仙一族溜达了一圈，顺了一堆这玩意儿。给你拿着。多谢。哼，你要去那天运星，自是要多做些准备。看你平日与人斗法，法宝是够使的，神通之术倒不怎么样。既如此，我便教你3招。这3式杀招神通，集我数万年修道所悟而成，威力无匹。王林，老子一生就传你一人。寂灭石。这最后一招，小林子，你可看好了！黄泉之！来，和我过2手。我看看你学到了几成。不错不错，这下我便不担心了。若还有什么不懂的，赶紧问我。司徒，问鼎之上是什么境界？修士踏上修仙之途，皆以为这大道以炼气始，以问鼎终。殊不知，这不过是这条无边之路的第1步。在这之上，还有第2步。第2步？不错，这是当年叶无忧从修真联盟获知的消息。第2步名为碎孽3境：1境亏孽，2境净孽，3境碎孽。这3境便是问鼎之后的无上之道。你现在修为可是亏孽？哪有那么容易？问鼎与亏孽之间尚有2道关卡：阴虚阳实。修士1境只有经历阴阳2义的洗涤，才有踏入亏孽初期的资格。到了，不管你想要什么法宝材料，这交易星定都能找到。哈哈哈哈哈！小林子，老子先行一步去抢个痛快，你自己随便转转，3天后我再来找你。希望这交易星能有修复这星若盘的材料。本以为还要多费一番功夫才能买到这昆木石，这
交易性果然材料俱全，只是我所需另一物墨血液，却遍寻不得。听闻这商氏店铺号称搜罗万象，应会有此物消息。来者止步！有贵人在此，你是什么东西？还不快滚！你打起来了！公子救我！住手！星爪！你竟废了我的心机！兄台好手段，可否请教高姓大名？王林。王林，在下白薇。公子，杀了他！王兄，下人无礼，莫要见怪。白某来自天运星，师承天运宗，不知王兄所从何来？漂泊之人，无宗无派。既然王兄不愿说，白某便也不勉强。不日便是我师尊万年一次的大寿典仪，若王兄得闲，定要来我天运星一趟，让在下一尽地主之谊。公子请看。好贵。梅城内商氏店铺，我要墨血液。来呀来呀！真是放我墨血液！老子又不是小娘子，你们这帮鳖孙追个什么劲儿啊！啊，墨血液。小林子，我要走了，好好去当你的亲王，我们会再见的。哈哈，没错，老子下半辈子要好好享受，玩个痛快。仙宝，还是无限接近终极的仙宝。哎，你小子宝贝怎么这么多啊？这是操控此仙宝的印诀。小林子，你要把这摄神车送我啊？怎么，不想要？谁说我不要？哎，王林，天运星人生地不熟，万事要谨慎，但也不能坠了咱朱雀星修士的傲气。要是实在不行，就去凤鸾星找我，有老子在，谁也不敢惹你。你话也不要说太满，若是又被人拧着打，就来天运星找我，有我在，谁也不敢动你。你就吹吧你！行，若是老子有朝一日落了难，就来投奔你，你可要混出点名堂来，不然说出去，老子可丢不起这个人。王林，保重。
知此生还有无再见之日。司徒，保重。亡灵此生不拜天地，不敬鬼神，只拜父母，唯敬司徒。这天运星的亮气，浓郁的渗着外溢。朱雀星与之根本无法比较，其上必定孕育着诸多强者。为防被看出修炼古神之体，本尊还是藏匿为好。这灵雾中似乎蕴含着一丝毁灭性波动，贸然闯入，必定会受到连锁攻击。我找天运子前辈。道友前往前去，师祖已经等你多时。我来天运星之时，从未告知旁人。莫非这天运子前辈真有通天晓地的大神通，算出我今日会来不成？朱雀星亡灵前来拜见天运子前辈。师尊，此人不过记名弟子，也需入门三关。为师当年无心插柳，留下一丝收徒之念，没想到区区数百年时间，他便达到如此修为，不简单呀！能被师尊看中，是他的造化。若他闯过三关，带他去紫云阁。一个废弃星球的土著，也配得到师尊真传？师尊爱才，若是这亡灵不凡，动了收徒之心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孙云师弟，看来你的紫云阁要易主了。亡灵要拜见师尊，需有三关之礼，你可敢接受？有何不敢？人之关，考验道心。道心又如何考验？婉儿，原来是以道心所向，幻化出最思念的人。可人之关要如何通过呢？这关倒不难，要么静心闭幻，要么斩幻而出，都可通关。不过大师兄，你可知当年孙云选的是什么？他选择了问道。但孙云可是当年我们紫宗的天运妻子，横空出世的天才。这世间能有几个孙云呢？铁柱，爹娘，爹娘，明儿要去山里一趟，就你们两个上山，不安全吧？哎，没事儿，村里好多人一起去呢。对，要是运气好，还能弄张袍子皮做个袄。哎，铁柱，你这是在雕什么呢？啊，是啊，我在雕什么？我怎么不记得了呢？我只记得，我雕的是很重要、不想被忘记的执念。
们都会同样的离我而去。你既已参透，为何还不破幻而出？不破不立，破而后立，大破大立，小立新生。新生，何为旧？何又为新？第84次要开始了，你真的还要继续吗？自然。此子甚佳。老夫当年耗费心血所布，任之官说是考验，实则是机缘所在。他若能在此地循环问道，道心将无坚不摧。连孙云当年也不过问道67天罢了。师兄，此次留不得，要不……不管你是谁，滚出去！这以心问道，便是人之观真正的意义所在。不惧本心，方为自我；不惧本心，是为自在。吾乃地之官第10虎仙，战胜吾，汝方可前行。看来能打败几个护仙，便能体现出多少修为。但剩下的天地2关，若是再有人从中作梗，我难免身陷险境。地之关，我放弃。有些小聪明，若是你再敢往下手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身死道消。只是这样一来，你也没了成为亲传弟子的资格。住手吧，师尊有令。什么？天之关，考验意境。身在此地，我的意境与那原本遥不可及的天道，仿佛只剩下了一掌之隔。天运子前辈竟能将天道幻化，到底有何神通？但若是在感悟意境之时受人陷害，得不偿失。天之关，我放弃。王林师弟，在下赵兴煞，入门略早一些，你可以唤我大师兄。见过大师兄。师弟随我来，师尊已经交代，让你暂驻紫云阁。大师兄，不知天运子前辈共有多少弟子？师尊名下弟子皆按7色分类，单是我们紫系一脉，弟子便有100万之多。这里便是我天运宗紫宗山门。道法像射灯一样。这7系弟子中，唯我紫系实力最弱。其中缘由，时间长了，你自会知晓。王林师弟，此去向西，便是紫云阁所在，你可自行前去。
师兄还有要事，就不继续相陪了。你是谁？出去！在下紫气新弟子王林，师祖让我暂驻紫云阁。滚！紫云阁百里之内，你不可踏入半步。天运子之令，却遭此人横加阻拦。师兄，你迟迟不归，连你的紫云阁都有人来抢了。但只要师妹还在，定不会让他得逞。三关之内有人试图陷害，可三关未过，却又依旧让我入宗。如今紫云阁更是有人把守，以天运子的神通，这一切他定然知晓。他既选择作壁上观，便是存心在试探我的虚实。没有长老允许，是谁在这里开辟洞府？给我出来！我二人乃此宗执法长老，限你在一炷香内将此地洞府毁掉，否则的话，本规处置。洞府虽毁，但你违反门规在先，随我们返回宗内，自有人为你顶罪。你惹错人了。王某本只想潜心修炼，但也耐不住旁人再三挑衅。王林，你敢对执法长老出手？一行罪！孙子，给你家爷爷站好了！你要是敢动一下，我就揪掉你的脑袋！公子，公子！紫云阁原本是谁在居住？千年前，紫溪一脉出了一位天纵奇才，此人名唤孙云，所居之处便是紫云阁。100年前他叛逃师门之后，紫云阁便空了出来。这孙云与我又有何关系？本无关系，但师尊大人一生收徒7系，内系7位亲传弟子中，只有1人可得始祖尊者大人真传。他们被称为天运七子。师尊大人曾放话说，下一个居住紫云阁之人，便是新的天运七子。原来这才是那些人对我抱有敌意的真正原因。我都告诉你了，放我一条生路吧。既隐忍不可安生，那便闹个天翻地覆，让所有人知晓，我从不是可欺之人。从今日起，此阁改名紫林阁。王林，我便是死，你自己拼了！受人摆布还不自知的蠢货！住手！果然来了。3个应变中期，1个应变后期。王林师弟，你才刚入宗门，怎能逼死你5师姐，行同门相残之事？大师兄，不用和他废话，我来替师尊清理门户。坏我机缘之人是你。废弃星球来的土著，死前便让你知晓真正的神通——星术邪魔体。受死！
这份神通！好霸道的意志，目无尊长的狂傲小辈！热神歌，我不过刚刚入门，却遭遇诸多祸事，未免太过巧合。能指使同门弟妹勾结长老的，唯有大师兄你可以做得天衣无缝。大师兄莫非担心那妻子之位落于我手，便对在下动了杀心？信口雌黄！这到底是何物？好一尊天手！见过师尊。老夫当年在朱雀星看到你，本只打算收你做100年记名弟子，如今却是改了主意。你可愿拜我为师，修天之大道，成为我天运子子系一脉的真正弟子？弟子王林，参见师尊。想必你身边定有一魔修，这才让你沾染了些魔道气息。弟子身边确有一人，不过在途中已经分开。无妨，在为师眼中，没有正邪仙魔之分，有的只是一切随性而为。天运，天运。这世间一切均是天运而定，只要心存道心，大道万千均可修。弟子谨遵教诲。3个月后便是为师大寿，到时候我会借机宣布收你为徒之事，你做好准备。天运星修士术法诡谲，宗内关系错综复杂。比之朱雀星，又危险得多。即便天运子也收我为徒，但对于子系内外，仍不可掉以轻心。万年寿宴之时，整个天运星及周边大神通之人都会来此。师尊既要当众宣布收王林为徒，他究竟有何过人之处？这天运妻子的封号，我已经等了2000年，又怎可能拱手让于你？老二周晚修为受挫，注定无缘争夺。老三白为阴阳不定，本就不是我的对手。老四赵新梦修为虽高，但我自有办法拿捏于他。老五今夜被师尊责罚，送去天域闭关100年。老六陈刀虽已达问鼎，但1000年前的一战现不知所踪。唯一的变数就是王林。白日里我就发现，七师弟的修为比在交易星初见时低了不少，需要法宝神通才能扛住阴变中期一击，这是何故？无可奉告。
没关系，秘密越多，越是迷人。不知三师兄深夜造访，所谓何事？你的衣衫、腰牌等物都未领取，我特意为你送来。多谢。这紫粽你并不熟悉，不如让师兄为你介绍一番。不必。啊，师弟，你就不想知道大师兄处处针对于你，那天运妻子的身份究竟何为吗？每隔1000年，天运宗便会举行天运妻子封号之战，凡有位置空缺或有人挑战，皆会开战。2000年前，赵兴煞败入子系，那时便已达应变后期，却在封号之战中被后来的6师弟陈涛所伤，修为大跌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陈涛成为天运妻子。但赵兴煞并未放弃，硬是闭关1000年，准备一雪前耻。可在上次封号之战时，又冒出了一个7师弟孙云。赵兴煞和陈涛2人双双落败，孙云则成了新的天运妻子。3个月后，又是封号之战，孙云已叛逃师门，子系天运妻子之位空缺，而陈涛也在败给孙云后外出历练，1000年间音讯全无，生死不知。所以此次大战，你便是他最大的敌手。封号不过虚名而已，何须如此抢夺？虚名？天运妻子的身份贵不可言，天运妻子可以在天运星甚至星外星中任意选取一国之地，作为单独的修炼之处，仅此而已。除此之外，师尊还会在问鼎时出手相助，可将问鼎成功的希望提高30%，并为这7人提供无限量的仙玉。你不心动？如果你不在乎虚名，不在乎问鼎，不在乎仙玉，那仙术呢？只要连续3000年做出天运妻子之位，就会获得一个完整的下品仙术。多年前，我从叶无忧那里得到了一个下品仙术残卷，修复无果，只能粗浅模仿，这才领悟出了我刚传授给你的3式杀招。残卷便能有如此威力，若是完整的仙术，其威力简直无法想象。唉，自仙界崩溃之后，仙术大量失踪，就连残卷都很难寻得了，只能看运气。下品仙术，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你为何要告诉我这些？少一个竞争对手，岂不更好？我成不了天运妻子。你现在是子系唯一能在封号之战与赵兴煞匹敌之人。我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不让赵兴煞如愿，如此才可报复他当年对我所做的事。抱歉，刚刚有些失态。今日我就不打扰，若是有事，7师弟可随时来找我。百威与赵兴煞的私怨我不在乎，但若真如他所说可获得仙术，那这天运妻子之位，着实可以争上一争。天运宗底蕴着实惊人，亲传弟子竟可每月领取仙玉用作修炼，不枉我横跨星空来此。弟子见过7师祖。此人身上有一股隐藏极深的剑意，你的飞剑可否借我一观？啊，自然可以。是周易前辈的剑意，当年的
他坠击剑尊凌天后而走，百年音讯全无。这一丝剑意，怎会出现在此？这把剑从何而来？回启师祖，此剑是弟子在山下方室内获得，就是个寻常之物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此剑之上有一丝故人剑意，我且收走。作为交换，这玉简给你。你将其内的18道剑质拓印在任何一把飞剑上，都可使得其威力增加数倍。多谢齐师祖。我此次前来，是要取仙玉。齐师祖，请。子系一脉第7子，已有103年未取仙玉，共123600块，你可要全部取出？是。仙玉，谢。这意外所得的仙玉，倒是解了修炼仙气匮乏之危。这是什么诡异阵法，竟无法破除？禁术，挪移。四师姐的挪移神通，真是让王猛大开眼界。若老七看中这个神通，待一切事了，我传你便是。今日我也是受人之托，请见谅。赵兴胜，疯了！老七，你就在此处闭关静养，待时机成熟，我自会放你出来。蓝宗一脉排行第3，司马如风。王离师弟，在下对你的名字有所耳闻。此人比四师姐修为还要高出一些，应该是应变后期大圆满。此人虽未到问鼎，但也已半只脚踏入。你就这么怕我参加封号之战？我本未将你放在眼中，但昨日一战，不得不承认，你是我在子系中唯一的敌手。大师兄，当年欠你的人情我已经还了，从此以后，你我再无瓜葛。出手吧，各位！我连夜为你布下的阵法，你可还喜欢？哼！老七，我劝你莫要白费力气，待师尊寿宴一过，天运七子之事便可尘埃落定。那时我自会放你出来。此阵应变初期虽无法破开，但中期却未必不行。只要能在3个月内达到应变中期，就有机会逃离此地。想阻止我参加封号之战，我岂能让你如愿？
赵兄，别来无恙，别来无恙。快请入座，待寿宴开始，我们可得畅饮几杯。一定一定。你们看，好奇怪的战车。是啊，是烈前辈吧？见过师叔。师尊的万年寿宴，我定要好好表现，结识各位修士大脑。待我成为天运妻子，修仙之路必将一片坦途。天宇，这是寿辰之礼。老夫已活了数万年，这寿宴还何须贺礼？诸位不远万里亲临此地，便是最好的贺礼。天运七系皆已设宴，诸位请入座。司徒曾说，修为越高，3式杀招的威力越大。我倒要看看，这阵法能撑几世？几夜？魔，不过如此。曹一等，去天运宗的路，你可知晓？是。今日是师尊万年寿宴，明日师尊也会现身讲道。我子宗这几日若有什么招待不周之处，还望各位海涵。我听闻讲道过后，便会定下子宗的天运妻子封号。我看赵兄胜算很大呀！哪里？还有最大阵仗，我可是来者不善，何人敢闯我天运宗？怎么可能？短短3个月，他不但脱困，居然还达到了鹰变中期。老七，师尊寿宴这等大事，你却姗姗来迟，太失礼了吧？他是子宗第7子，师尊寿宴竟然迟到，如此行为，大师兄，自我入天运宗，你便处处针对于我，如今更是变本加厉，竟在师尊寿宴前借外力逼压，将我挪移出子宗，困在石林之处。我王某行事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也。
人若犯我，斩草除根。我王某行事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人若犯我，斩草除根。侮辱尊长的小辈，我天运宗大喜之，岂容你放肆！突厥！两次犯我，不杀你，便不是王某。王爷，正贵，老七，今日是师尊寿宴，这么多道友在场，你莫要胡来。我此宗一脉内部之争，非我天运宗之人，又怎会多事？老七，归位。此系之争，不在今日。在不在今日，你说的可不算。大自在心地狱。这大圣之人，他不敢杀我，他不能杀我！王离，你敢杀至传弟子啊！太大了！是。轮到你了。哼！亡灵屠戮同门，坏我门规，执法长老何在？今日谁拦王某，便是王某之敌。你们，老四，欠你之情，3月前我已还清。若要我出手，给我一个理由。好，好！不想这么早用这术法，但今日你我二人便决一死战吧！师尊竟将妖灵种在他体内，好像偏心。
摄神车，开！还不给老夫住手！打什么打？害得老子的酒都没喝完。相公，师烈师说，叫师说也没用。你体内妖灵才运化，就强行驱使。你师父说了，那天运七子之争，也别参与了。不可能！我苦修多年，就是为了……弟子遵命。小家伙，方才若无妖灵，你已然胜了。不错。仔细天运七子之位空悬，你师父可是对你寄予厚望啊！今日子松几个小辈打闹，坏了各位雅兴，还望莫要见怪。明日便是我师兄天运子讲道之时，还望各位各有所得，不虚此行。那虚影唤作妖灵，却与古神神通颇为相似，到底是何术法？老西，看来天运七子封号非你莫属，此杯就全当是为你提前庆贺了。此乃我曾答应给你的挪移之术，原本打算师尊寿宴事了，再将此物交予你。这玉简内除却挪移之术外，还有师尊所创的仪式镜法，一并送于师弟，全当为月前之事赔罪。加油！后生可畏啊！我敬你一杯。这大挪移之术果真玄妙，万里之途转瞬即至。那玉简之上所记的第二种剑术——九转炼仙诀，竟能将这普通的仙力转化为金仙之力。我苦苦运转5个时辰，也不过3转之术。可惜2种仙力不能相容，只得将其收入左手之中。传道之日终于到了。凋敝，实力不济，看来果真如此啊！嘘，小点声。晋升。应变后期，应变大圆满，半不问鼎。这天运星仅仅是这些弟子，随便一袭，便可横扫朱雀星。天运子，苦修数万载，略感天道。此番论道，愿将修炼所感与诸位一同体悟。
想到你竟分身前来，荣幸之至啊！10000年大寿，老夫岂能不来？这小雕来的匆忙，没备什么好礼。我知你喜欢七色，这把中上品的仙器，颜色金黄，该合你心意。鲲鹏子，你今日修炼精进很多，此剑便送给你吧。谢师尊。你这脾气，真是一点没变。果然是星痕雕。星痕雕喜爱古神，难道是闻到了我身上微弱的古神气息？天运之道，玄妙无穷。诸位道友，有惑便提。天之术乃久久归元之运，修道的第一步，从凝气一步步修至问鼎，即为修。修道的第二步，乃阴虚阳实，碎孽三境。这步是修与道之间的过渡，而第三步，方是道之真谛。可惜无处追寻。天运之道，若运机至，一切可成；若运机未到，万载修行，终成黄土一抔。若天运子所说为真，我此时连第一步都尚未走完。可是这第三步，是否真的存在？王林，你有何疑惑？回师尊，弟子确有疑问。讲。修炼一途，常有3种手法：修仙、修真、修道。为何师尊只称其为修道，而非其他呢？好问题。仙已不在，修仙之说源于远古。那时的仙界乃是修士的圣地，因此有修仙一语。修真的真乃真相之意。自仙界覆灭后，修士好似无根之木，孤独漂泊，因此产生了修真一脉。而如今，仙真都成了过去。我们追寻的是道，可这种道并非天道。修道者修的怎会不是天道？那何为道？修道之道，乃是道路。因不知第三步为何，所以找寻一条通往第三步的道路。这便是修道之道的一种解释。王林，你可解惑？弟子怀疑，是否真的有第三步存在？3万年前，我曾见过一人，已然踏入第三步。可惜此人不过昙花一现，此后再无音讯。师尊，弟子也有疑惑。师尊，弟子有疑问。3日讲道，诸位可还满意？天运老儿，你大寿之宴，怎可不邀我一句？徒儿们，出来见过你们天运子前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天运老儿，那
不欢迎老夫。怎会？老夫本准备施展一次中品仙术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今日我便以你为仙术的施展对象，让在座的诸位观摩一下，可好？有何不可？诸位道友，此乃中品隐仙术，乃昔年仙界之人渡我辈修士前往仙界所用。诸位可要看好了。天门开！隐仙术，这天空似有怪力在牵制我体内仙力，这禁仙之力竟不受影响。引渡。田玉，你。吾乃仙界接引使者，来此渡下界修士。天运老儿，仙界已灭，你这隐仙术，到底将我徒儿送去了何处？天尊莫急，3日后他们自会归来。届时，我还要向你借几个弟子，问问他们都看到了什么。哼！麒麟，回！天运老儿，3个月后，东汉妖灵之门，带好你选的人。老夫还有一事，烦请诸位做个见证。我天运宗7系弟子中，唯有皇子2系尚没有天运7子封号之人。今日，便是这2系弟子诞生天运7子封号之时。你们可准备好了？我天运宗7系弟子中，唯有皇子2系尚没有天运7子封号之人。今日，便是这2系弟子诞生天运7子封号之时。你们可准备好了？宗门鼎盛，弟子强横，但以天运宗底蕴，怎会没有一位弟子超越问鼎？弟子自知修为尚浅，不足与师兄争夺封号。弟子放弃。弟子仍需苦修。弟子惭愧。弟子弃权。弟子实力不济。多亏这些年来耗费手段，打通各位师兄弟的关系，就连大师兄也答应让位于我。这7子之位，今日终归我手。天运7子权势滔天，更有获得仙术的机会。这些核心弟子怎会如此轻易放弃？运道子，师尊大人，2师弟修为高深，又心获师尊仙气，理应成为我皇系天运7子封号者。弟子愿弃权，为2师弟护道。天运7子，
乃是我天运宗身份的标志，也是我天运真正的嫡系弟子称号。若你能维持称号1000年，为师便传你一道仙术。鲲鹏子，你可能做好？弟子谨遵教诲，定不辱天运之名。闭关数年，感受此物。实力强悍者却不争不抢，反而露出一丝恐惧。谢师尊。莫非这妻子之位另有玄机？接下来，便是我天运子系一脉出现妻子封号之时。王林、赵新梦、白薇，你们3人可准备好了？弟子弃权。老七，若是我在弃权，你获得此封号也未免太简单了些。你我一战，就在今日。4师姐之前从未有过争抢此位的举动，眼下则会主动向我要战。若是天运妻子存在疑点，她定然有所察觉。弟子弃权。为何弃权？弟子修为不足，无法与4师姐抢夺。王林，弟子自知修为尚浅，弟子愿弃权，为2师弟护道。刚刚的感觉，我的一切在他面前仿佛一览无余。我的弟子不应是懦弱之辈，莫要被人蛊惑，生起无端杂念。我给你半炷香的时间，认真考虑清楚。若执意放弃，我不再相劝。当年孙云之后，能让师尊开口劝慰的弟子，只有这王林。此刻忤逆天运子并不明智，即使妻子之位另有玄机，此战也在所难免了。弟子定全力争取。老七，开始吧。师姐之道，乃是妖引的。世间神通，我只需看一遍，便多多少少可以模仿1、2。此术，乃是我模仿你当日使出的化魔指所创，我称之为紫魔手。化魔指。好神奇的魔技，妖引道的模仿果然还差了些火候。老七，师姐不与你抢那天运妻子的封号，但这异化之后的魔力，可得归我。师姐费这些心思，因我使出化魔指，不过是想要其中魔气。你若直接告知，或许师弟并无反感，可此刻确实不可能了。说，老七，我只要你一丝魔力，此事关乎重大。你若答应我，我立刻弃权退出；否则的话，这个忙帮不了。罢了，你不使用化魔指，就能撑过几招。九转炼仙诀，此术修炼极为艰难，我前几日才教给他，这短短数日，他怎可能练成？师弟，3转之力，
对我没用。现在是五转。此子是否真的是符合我运道之人？当年的他曾给我留下一句话：我之道，乃天运之道。只有寻找符合我运道之人，我方可有踏出第3步的可能。3万年来，我已经失败了无数次。这么做，到底是对，是错？你是否还想看看我的6转金仙之力？我还是小看了你，老七，师姐弃权。星落师姐也敌不过吗？王林定有其过人之处。天运七子的封号，竟落入了一名新弟子手中。是啊，太羡慕了。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拥有七子封号啊？这套身世，此人的修为必是问鼎。弟子陈涛拜见师尊。陈涛，当年若非孙云横空出世，子系一脉的七子之位，恐怕会一直都在这陈涛手中。你能赶回来，很好。弟子原本不会耽搁，但在路过黑墨星之时，发现了一件宝物。弟子见之欣喜，想要给师尊献上，这才有所拖延。是何宝物能让你看中？弟子见黑墨星上3只上品荒兽为他厮杀，心知此物必定非凡。只是弟子见识短浅，不知它到底是何物。此花名为七彩琉璃光，10年生根，100年散叶，1000年起光，10000年方可开花1次。在第7次之时，才能散发出七彩之光。在修真联盟内，此物排在天才地宝第93位。孙长老，老夫此言可对？没错，此物正是那七彩琉璃光。天运道友的高徒，令人大开眼界呀！好，此礼为师便收下了。师尊，弟子此番回来，是想重获天运七子封号，还望师尊成全。你2人中的胜者，便是子系一脉的天运七子。你给我弃权！这术法不是这样用的。唯有在问鼎期手中，此术才能真正成为九转连仙诀。这点修为，不配做我的亲师弟。可惜。挪移。借力打力，倒是个能伤问鼎期的法子。这等手段难有作用。在老子面前耍小聪明，没用！魂兽，现！吞了他！哼！呲牙咧嘴的畜生，过来耍耍！射神车，第5封印，结！这是，有点
今日与问鼎一战，借着挣脱之手虚无回收，反倒久经反噬，成了大开封印的最佳时机。假以时日，无道封印全数打开之时，不知摄神车的威能将会如何？好，痛快！收服此兽，你已经有了成为我师弟的资格。你还没有成为我师兄的资格。这畜生哪里的一些废石，但只要把你擒住，也是一样。你且看看，我有没有资格？王林，可敢借我一战？有何不敢？这最后一式杀招反噬极大，不到应变后期，不要轻易使用。若想从心所欲的用出，还得等你问鼎之后。王全之。这一只怎么跟之前遇到的一个疯子使的一模一样？生死轮回易经。来得好！应变起，居然能与问鼎战成这等局面。是时候了。师尊，弟子弃权。等你问鼎之时，你我再战。老吉，你二人都是为师弟子，莫要相互嫉恨在心。陈涛，你既然胜出，便是子系一脉天运七子封号者。你并非第一次获得封号，自行感悟吧。谢师尊。天运七子背后，应当另有隐情。真正搞清楚这晶石来源之前，不可贪图此位。所幸这陈涛赶回，如今我全力迎战，败于问鼎，既不会得罪天运子，亦可免于成为七子之一。诸位，老夫万年之寿告一段落。诸位道友若无要事，还请在我天运宗多留几日，以此论道，相互应征道果。恭送天运子前辈。王林，随我祭拜祖灵，随后为师传你禁法神通和保命法宝。从此，你便是我天运子真正的弟子。谢师尊。王林，此地如何？此地寒气逼人，若是修习寒性功法，事半功倍。就这样。此山通体漆黑，就连上面的降雪也是黑色，但这黑色雪山并无寒气，与中间白色冰山的气息相去甚远。哦，继续。此方更为诡异，弟子隐约在上面感受到一丝生机之意。虽说世间万物均有生机，但一座山宛如活物一般流露生机，弟子从未见过。只有这些吗？不够。师尊，这两色山峰是假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
此子心智过人，意境更是有趣。我这甄嬛之法竟能被他凭借意境以应变修为看出端倪，实在难得。天运子修为通天，若非古神迹，我断然无法识别出这山峰真伪。等看着天运子反应，或许他还无法看出我识海中的古神之意。王林，为师在上面等你。此峰百步之下，以你修为渡过不难，而峰顶百步，就要看你造化了。这最后百步，被为师称为最仙之地。